我是阿力。2022年马上就要到来了，各个机构都出了自己2022年的一些预测的报告那么我们今天就以 Crypto.com 的这个报告为主跟大家来聊一下2022年加密货币的一些大方向那么后面呢会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看法希望大家对即将到来的2022年都有一个全面的展望。那么首先第一点这个报告称2022年年底的时候全球加密货币的用户将达到10亿人那么根据 Crypto.com 的研究截止到2021年11月30日，全球范围内加密货币的用户呢总数超过了 2.92 亿。那么下面这个数据呢是来自 AAA 的数据他说超过18000个企业呢已经开始接受加密货币支付了。那么以下呢3个国家是加密货币用户最多的这个国家分别是印度有1亿人，美国呢是2700万人，和俄罗斯是1700万人。那可能呢，他漏了一些大的国家可能这些大的国家正在清退中可能不方便透露出来。那么从国家层面来讲各个国家呢再也无法忽略公众对加密货币这种强烈的推动力所以说这是还是这些所有的人累加起来的这种力量在推动整个加密行业的发展。那么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期待政策面对加密货币乃至整个行业有更加友善的态度我们期望发达国家针对加密货币制定明确的法律和税收的框架。那么同时呢更多的国家将面临高度通胀的经济和贬值的货币，那么他们可能会采用加密货币作为法定的货币比如前段时间宣布比特币为自己这个国家法币的这个萨尔瓦多。那么我自己的看法呢是越多人进场呢就意味着越多的共识，那么主要呢是看大家是从哪个币或者是哪个角度进来的我在最后呢统一跟大家聊这个话题。那么第二点报告的第二点呢称加密货币将成为主流传统金融公司重要的投资组合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加密货币将成为传统投资资产类别中的另类的固定资产的投资组合。那么今年推出的首批的这些加密货币 ETF 基金的他们的需求呢是超过了它的容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新出的 ETF 是供不应求的需求非常的旺盛。那这就表明主流金融中更多的这种加密的工具或者是说这个基金呢将会更快的跟进。那么像这个 Valkyrie 这样的比特币和以太坊现货 ETF 基金将在2022年年初获得批准这也是这个报告的他给出了一些预测那么传统银行和金融机构比如摩根士丹利、花旗、高盛、摩根大通、安永、美国银行和瑞士信贷正在寻求与加密交易所的合作，要将加密资产整合到他们的主要服务当中去。那么这些服务呢从支付到转移和投资全面覆盖。那么从以上的这几个名单来看几乎所有的金融大公司都要进场了。如果说普通人你不想涉及到加密货币结果呢自己在这个传统金融公司投资的各种金融产品或者基金或者股票也好都被大公司用来买币了。那么不管你直接投资加密货币也好或者是间接也罢，总之呢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加密货币了。这就是2022年的一个发展的大趋势那么这个报告的第三点呢是说这个 GameFi 将推动加密货币的使用那么我们都知道元宇宙在2021年是呈指数级的增长，引领着网络文化的巨大的进步。那么这些进步主要体现在 NFT 游戏和在线身份确认等方面那么这是一种加密货币出圈的结晶体那么是被更多人采用的象征。这个报告说它预测GameFi 或者是说这个 Play to Earn 将成为主要的媒介之一。那么什么是媒介呢就是很多的传统游戏呢会大规模的转换到这个加密的空间，传统游戏工作室将镜像的将这些元素整合到他们现有的这个游戏的阵容当中去这里指出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 Play to Earn， 就是一边玩一边挣钱，非常非常关键。那么作为外部 2.0 科技巨头的 Facebook那么今年已经改名为 Metaverse， 那么它正在窥探这个元宇宙并将其用作变现的场所。那么预期呢会有更多的公司将会跟进NFT 收藏品今年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伴随着 NFT 图片呢作为这个跳板它连接着元宇宙和现实世界，
那么这个报告呢是仅仅看到了游戏行业的变化。那么我在 Web 3.0那期节目还提到了非游戏行业，比如说目前的这个短视频的自媒体啊，也会发生着这个看视频挣钱的这种大趋势的这种方向的发展。那么只要有第一家公司这么做了，所有的公司呢都会挤破头也要去这么做啊。原因呢，我在那一期节目都讲到了，大家可以去翻过去看一看。那么这个报告的第4点呢，称是跨链协议将成为规范，或者是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那么在技术方面啊，加密行业必须快速扩展，以满足它的指数级别增长的需求。那么跨链 DeFi 协议将成为一种常态，为多链发展的未来取代过去单链发展铺平道路。互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比如说这种桥接，将变得更加的无缝。新的项目将变得越来越不知道他们应该在哪里推出他们的产品，将会结束以太坊的主导地位。那么对于这一点啊，他说这个结束以太坊的主导地位，我是表示怀疑的态度啊。那么等一下我会分享其他的一个报告给出来的结论是以太坊的一个相反的态度啊。那么接着这个报告又称说 Layer 2的解决方案，比如说这个侧链或者是汇总技术和用户体验的显著提升，将减轻目前 Layer 1可扩展性的担忧。那么其实这个跨链啊，大家看这个报告这个图片，它给出来大概有40几个币啊。那么放眼望去啊，我只看到了 Chainlink 这个龙头啊，其他的呢，那个可能呢，一文不值，也可能会很值钱，我们不知道啊，拭目以待一下。那么第5点呢，他说通过 DAO， 那么加密改变了我们的这种工作的方式啊。那么我在上一期节目详细介绍了这个 DAO 啊，这个道。那么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在 Web 3.0时代，我们将看到去中心化的影响和自治组织 DAO 的延伸。那么这些都将显著扩展到加密以外的地方，并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治理的机制啊。他对这个 DAO 的发展呢是非常的看好。那么特定目的和基于身份的 DAO 将变得更加普遍，为具有相同目标和愿景的人们提供一种工具。更多的国家司法管辖区将提供明确的法律框架，并接受 DAO 作为法律的实体。那么好，这就是以上呢，就是这个 Crypto.com 这家公司它出来的针对2022年的一个展望，一共给出来了5个方向。那么同时我还看到有其他的公司出来的一些预期啊，比如这个下面我也分4点来讲一下啊。那么第1点就是更多的数字资产公司上市。这是它的一个要点。那么我的看法呢，就是上市的加密货币公司呢都是耍流氓，应该发行自己的代币啊，这才是王道啊。那么第2点就是比特币现货 ETF 基金获批。那么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次了啊，不仅仅是比特币的 ETF， 以太坊呢也要出 ETF 了。所以说以太坊的王者地位将会越来越难以被取代。那么接下来看第3点啊，更多的国家接受比特币支付啊，理由呢，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和货币的贬值啊，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这种货币的贬值啊。那么第4个要点呢，就是以太坊超越比特币，成为市值第1的加密货币。那么这个呢，主要呢就还是要看一下金融大公司的这种大资金怎么去看待以太坊这个币啊，这个链。那么今天伊隆马斯克还说他说他看不懂以太坊的智能合约啊，简直就是在搞笑。那么智能合约的出现呢，将会颠覆很多的行业啊，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中介这个行业啊。那么智能合约一旦普及起来之后那么所有的中介都会消失啊。我之前也聊到过一点啊。那么我们在前面提到2022年将会有10亿人进入加密货币的这个圈子啊。那么目前数据呢是3亿人左右。那么想要实现这个目标第一呢，就是需要有大新闻、大利好的这种推广。那么第2就是这个有特别吸引人的一个切入点。那么我认为游戏应该算一个，那么边玩边挣利。但是呢，这个不是最吸引人的我们打个比方说，如果说油管这种做视频的这种网站，那么它抢先进入 Web 3.0， 给所有的用户分发广告费，那么会不会非常非常吸引人呢？因为油管呢，全世界在有这个20多亿的用户一旦这个实施起来，会有更多的博主去研究加密货币，去推广加密货币，让更多的用户去了解加密货币。那么如果说这个用户呢，还可以拿一些币来打赏博主如果这个币出现的话，我希望这个币呢是狗狗币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会持续不断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